Hello， 大家好。上一次我们拍了买皂的一个视频，然后呢，有粉丝建议我们直接报警，说卖皂的老板坑了我们。其实呢，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。其实这个在现场的感觉跟视频里面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用一个固定的一个麦枪麦对着这里收一个声音做一个对比。然后呢，我这个小蜜蜂是用这个录机来录的。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，然后我还有用这个分贝仪来测量新皂跟旧皂有什么不一样。锅做下去大概是82到83之间。如果我们在翻炒的时候看一下最高能够到多少。我们最高的时候到的94，在翻炒的时候，在炒菜的时候是73左右。然后我们再模仿一个炒菜，就是翻炒。翻炒的时候看它的最大噪音多大。然后翻炒的时候大概是82到84。我现在把火开到最大，加一瓢满满的水进去。我用这个开始计时，看一下这个8两水到底要多久才能够烧开。好，停，现在已经开了，大概是15秒钟啊，现在已经过去了15秒钟。好，现在我把它清理，然后我们用这个皂加同样的水，把火开得大一点，看多久能够烧开。现在来开始开火。好，开始。刚才那个皂是15秒，看看这个皂要多久，还是给它搅一下。好，开了。我现在说话就是按照正常说话这样子来说。我平时开直播的话也是这样子。如果是炒菜的话，这样子，你感受一下用老皂这个声音说话怎么样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听得清楚。锅放下去是这样子的，然后炒菜拉起来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说话同样的感觉，同样的声音，你试一下。我如果开直播的话，我用这个皂是不是大家能够听得更清楚？然后同样的把锅拉起来，你再对比一下刚才那个锅拉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声音是不是一样的？然后就这么简单。好，现在我把它关了，大家注意看，过来一点。我们厨师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习惯用脚去开这个，去关这个开关啊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习惯。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炒菜的时候不用手去这样子去开，因为麻烦，就是比较慢，有一些强火候的菜炒完了之后直接脚一顶一下，用脚这样子顶一下，虽然说不是很雅观，但是我觉得是比较高效的。这个是由炉芯，还有这个高温泥、高温墙、高温砖砌的一个圆的一个墙啊。这个时间长了之后，这个砖啊会烧裂。这个炉芯呢有时候会坏，坏了之后直接换就行了。再一个呢，这个上面这个铁圈很容易变形啊，因为做的时间长了之后，它变形了之后容易断，这个是生铁来的。这一个的话，你看这个上面有很多孔，有很多洞啊，然后上面刷了一层漆，这个漆的话呢，我估计时间长了也会掉的。然后再往下面看哈，下面看这里有一个铁的一个东西，我把它拿出来，上面粘的这个东西。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哈，你看这个火给它烧，这个叫做耐高温的一个棉花啊，它主要的作用就是给它吸音。这个炉芯的话，大家看到设计出很多孔洞，里面放高温隔音棉，目的是吸收掉这个里面出来的高频，所以它这个分贝就比这个少一点点。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洞，你看我的手可以伸进去，是直接通这个水门的，看不看到我的手？它这个多余的热量从这里出来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烟囱，从这个地方一直上来，这个热气从这里吹出来，然后从这里被吸走，
所以我们之前这个水盆必须让它水持续流动，要不然这里面成了开水。我们做有的菜是不需要开水的，是需要冷水。它就是一个做了封闭的，它这里也没有烟囱，这上面是很干净的。大家看这边烟囱冲出来，上面搞得很脏。再一个，换这个灶的主要目的的话，是在炒菜的时候我把锅拉起来，我想开个直播，想说个话，其实不管你用什么麦，哪怕是这样子，可能有一点效果，但是这样子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用原先的灶这样子说话根本听不清楚。再一个呢，有很多朋友说为这个品牌充值了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品牌，我只知道这个灶买回来的时候好用，能够解决一些问题。当然它耐不耐用，那要用了之后才知道。相信大家刚才两段声音就是对比这个对比那个，相信大家心里面有一个很靠谱的一个对比，因为这个用这个摄像头记录的声音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，它大就是大，小就是小，不像我们上一个视频是有一些压缩的，这个也是挺不错的。毕竟这个科技嘛，改变生活，相信科技就没有问题相信科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